这台 TOPC 小主机除了有我们所喜欢的双 2.5G 网口、双 4.0x4 的 NVMe 接口，有能 PD 输入 DB 输出的电源显示一线通接口，还有能达到 PCIe 5.0x8 带宽的 MCIO 接口，可以在外接 NVIDIA RTX 5080这样的桌面显卡时基本没有损耗。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英特尔酷睿 Ultra 5 235H CPU 和当前最强外置 MCIO 接口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TOPC Ti01M。我们常用的 Oaklink 接口外接 NVIDIA 50系和40系显卡，不管是游戏还是专业创作，性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缘由是我们市场上的 Oaklink 绝大部分最高只支持 PCIe 4.0x4， 而 NVIDIA 新显卡50系接口是 PCIe 5.0x16 和 X8，40系接口是 PCIe 4.0x16 和 X8， 所以会有损耗产生。这张表就是我们制作的，用来对最新的 NVIDIA 显卡判断是否适合用于 Oaklink 连接的对照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 MCIO 就是为了解决高速带宽的适应新一代技术规格的高性能高密度接口，和 Oaklink 一样，它首先应用于服务器，然后最近被 TOPC 应用于迷你主机的外置接口。 MCIO 目前支持 PCIe 5.0x8 的带宽，我们也同样制作了一张 MCIO 接口连接 NVIDIA 50系和40系新显卡理论损耗情况，供大家参考。市场上绝大多数旗舰迷你主机连接外置显卡配置的一般是 Oaklink 接口，或者是带宽更低的雷电或者 USB4 接口。那么在目前这个配件价格不断上涨的混乱时期，您如果想买一台旗舰迷你主机，是想购买占未来配置的 MCIO 接口的小主机呢，还是购买配置 Oaklink 接口的小主机呢？ TOPC Ti01M 装置英特尔酷睿 Ultra 5 235H， 是适合14线程的移动标压 CPU， 内置英特尔 Arc 140T 核显， 24GB LPDDR5 内存，64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3屏高刷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前置 MCIO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 DC 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拿起小主机，黑色金属中框，顶盖上有 TOPC 的 logo， 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音频口、双 USB 3.2 进 2A 口、高带宽的 MCIO 接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能够 PD 和 DB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4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 HDMI 2.1 接口， DP 2.1 接口，双 USB 3.2 进 2A 口，底部、后部和双侧顶盖上都有通风口。取下底部4颗螺丝，从这里轻轻打开后盖，后盖上有系统散热小风扇，两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这里是 AX211 WiFi 6E 无线网卡， 24GB LPDDR5 6400兆赫兹内存是板载的，添加爱国者 7000Z 2T SSD。 这是连接 MCIO 接口的外置显卡坞，这就是 MCIO 连接线。这台显卡坞就只有一根外接线，既没有雷电，也没有 Oaklink， 也没有 NVMe 插座，不能外接 SSD， 它就是专用的连接 MCIO 的显卡坞。带电源的显卡坞本体，外接电源线，显卡专用的多拼接口线是两组6+2 pin。
铝合金外壳，显卡物分量不轻，底部有一个散热风扇。产品型号是 M70S， 电源是550瓦，生产厂商是开源宇宙。侧面有一个电源按钮，后部是一个红色电源开关和电源插座，顶部是 PCIe 插槽，另一个侧面是连接显卡的电源线插座，就用这根电源线用力插到底。进入 BIOS， CPU 是 Ultra 5 235H， 内存是 24GB 6400兆赫兹。这里可以设置来电制器，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有静音模式45瓦，平衡模式54瓦，性能模式65瓦。我们选择了性能模式65瓦来测试这台小主机。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W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直接下滑并稳定在65到63瓦区间，此时整机功耗跑在80瓦左右， CPU 频率平均运行在 3.8 GHz。 在单烤的1小时16分钟内，室温28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9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这散热非常好啊。我们首先使用 TOPC Ti01M 主机的 Ultra 5 235H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38秒，共计638秒。638秒成绩超过了 i9-13900H 以及部分 780M 核显小主机。CPU-Z 多线程 7800.3， 单线程 809.4， 多线程超过了 780M 核显小主机，接近了 i9-13900H。 Geekbench 5多核 12922， 单核1911， 多核成绩超过了 8845HS， 接近 i9-13900H。 Geekbench 6多核 13834， 单核2787， 多核成绩超过了 8845HS， 也超过了 i9-13900H。 Cinebench 223多核 16708， 单核2043， 多核成绩接近 i9-13900H， 超过了部分 780M 核显。 Cinebench 2024多核933， 单核121， 多核成绩接近 i9-13900H。 Cinebench 2026多核3764， 单核479， 多核成绩接近 8845HS， 超过了 13900H。 Passmark 多线程 31335， 单线程4617， 多线程接近 i9-13900H， 超过了很多 780M 核显的 CPU。 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TOPC 小主机 Ultra 5 235H CPU 的多线程性能和我们测试过的 i9-13900H 差不多，也接近 8845HS 的 780M 核显的 CPU。 接着跑娱乐大师，总分1368712， CPU 得分56640。接着我们先来测试使用 MCIO 接口外接显卡坞。 GPU-Z 报告的显卡带宽，我们的显卡支持 PCIe 5.0x16， 但 MCIO 接口只支持 5.0x8， 所以显卡工作在 5.0x8。 我们用 3D Mark 测试了 PCIe 带宽 24.41 GB 每秒，对比一下 5.0x8 的 MCIO 接口带宽低于内置的 PCIe 5.0x16 的带宽，但 MCIO 接口带宽是我们测试过的最强 Oaklink 接口3倍还要多，是我们测试过的 USB 4 V2 的4倍，是我们测试过的 USB 4的6倍多。对比一下其他 3D Mark 测试数据 TimeSpy、TimeSpy Extreme、FileStreak、FileStreak Extreme、SteelMagnet 几乎都一样啊。游戏古墓丽影暗影 4K 超高画质63帧，这个比内置 PCIe 5.0x16 还要高啊。黑神话悟空 1080p FSR4 质量模式，画质超高，开启正生成，平均帧率101帧。
些个不懂的把戏，出来！也比 PCIe 5.0x16 要高不少。另外啊，只需要开启小主机电源键 M70S 显卡坞可以自动跟随开机，不需要去按显卡坞上的电源键。这台显卡坞还是真不错的，就是只能接 MCIO 接口。接着我们测试 Ultra 5 235H 的核显 3DMark 图形得分 TimeSpy 3990 FireStreak 9731 Still No Man Light 25.88 FPS 稳定度 99.2% 通过。我们把 3D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235H 的 ARC140T 核显各项成绩接近 HX370 的 890M 核显。低频线6 1080p 低画质，打开抗锯齿平均不到40帧。开启 XeSS 超分平衡档，50帧左右。低频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70多帧，复杂场景50多帧。说句实话，这核显游戏实测比跑分要差一点。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82度 ，SSD 最高45度，不错啊。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色变成，跑到了 13.19 token 每秒。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 4和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能够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USB 4和 DP 接口能够输出 4K 16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ARC140T 视频解码能够硬解本地 8K 60帧 AVE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E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我自己安装的 NVMe 硬盘测试7000兆比每秒，最佳的 PCIe 4.0x4 的存储读写能力。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 Intel AX211 WiFi 6E 无线网卡超过了800兆 bps。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Intel i226-V 2.5G 网卡，我们使用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降芯问题。TOBC Ti01M 装置了14核14线程的 Ultra 5 235H CPU， 65到63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85瓦，待机最高功耗 13.5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120瓦的 DC 电源能够轻松搞定。室温28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2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这台小主机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60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9分贝。TOBC Ti01M 小主机设置45瓦和54瓦性能释放时，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非常不错。TOBC Ti01M 迷你电脑装置了14核14线程的 235H CPU， 65到63瓦的性能释放。CPU 多核性能超过了部分 780M 核显小主机的 CPU， 接近了英特尔 i9-13900H。 GPU 核显性能跑分全面超越了 780M 核显，接近了 890M 核显。这台小主机的接口已经超越了我们最推荐的超级大满贯接口，有双 2.5G 板载网卡，双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USB 接口可以 PD 和 DP 一线通。还有它有能连接外置显卡的 MCIO 接口， MCIO 接口的带宽达到了 24GB 每秒，是最好的 Oaklink 接口的3倍多，所以它在连接外置显卡坞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大的损耗，是目前连接外置显卡坞的最强接口。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台很优秀的旗舰迷你电脑。缺点嘛，就是在65瓦性能发挥时，风扇噪音稍大。总结一下，65瓦到63瓦性能释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错的多核性能接近 i9-13900H、接近 8845HS 的小主机，散热优秀，静音稳定，超级大满贯配置的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 MCIO 接口带宽远超 Oaklink， 连接外置显卡坞损耗很小。这是一台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我们对这台 TOBC 小主机基于它超前的 MCIO 接口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